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又到了一周一次最重要的下周行情推演的环节。那现在呢，整个大盘大家可以看到，在之前的1到2个星期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拉升。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个左侧布局的朋友，想必这一波的利润是没有吃到的。那现在拉升拉的这么快，我想就是很多的新手朋友肯定就会想着赶紧的去把手里的子弹打出去，是吧？不然的话就怕上不了车。但是我也就在开头很明确的跟大家讲一讲，现在大盘呢它拉的太快了，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盘整的一个走势，所以说不要追的那么厉害，好吧？这个答案是追还是不追啊？追你也要等回踩的时候再追，我也会在一会儿的节目里面仔细的给你分析一下为什么就是我认为现在大盘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强的。好嘞，那我们还是直接的进入一个指数里面来给大家慢慢的讲。首先呢，还是说一说这个形态走的最不好的QQQ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在这一个调整里面是跌的最凶的，而且呢也是唯一一个仍然还没有破前高的指数。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波它反弹的幅度呢，也相对的来说就比道琼斯还有标普指数要小。我个人的对于 QQQ 的一个观点，现在仍然是维持，就是很有可能它会去继续走一个头肩底的这么一个形态，在这里也给大家画好了。也就是对于科技股的话，我个人现在是不建议大家去追的那么的凶，是吧？尤其是像 Square 这种，还有苹果呀这种没有反弹没有破前高的品种，他们很有可能会再次的踩一下这个 W 底的一个头肩底的这个支撑位。对于 QQQ 来说的话，大概在367到这个365的这么一个区间里如果说等到他们回踩了这个区间的时候，大家再去进场布局的话会更加的稳妥，好吧？但是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就是说要持有这个股票大概还有这个2个月以上的时间，那我觉得你仍然可以继续的持有毕竟的话在1个月到2个月的这个时间周期以内，我仍然是看涨大盘的。但是对于短线来说，我认为大盘是有一个小幅回调的一个需求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等短线大盘出现了回调以后呢，再重新进场去等一个回踩，做一个布局的动作，好吧？这是 QQQ 说完以后呢，我们还是老规矩的周末讲一讲这个反向的3倍做空。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3倍做空里面唯一一个没有破之前的低点的指数里面就是 SQQQ。那也就是说 SQQQ 在7块1毛6左右的一个地方，它确实是有一个支撑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强调，就是现在不要去追高的一个原因我们还可以看一看 SQQQ 它这一次的一个下跌的形态，大概是一个30分钟级别，是吧？30分钟级别的一个趋势在向下进攻的也就是说呢，15分钟级别的一个趋势在向下进攻，也就是说 SQQQ 很有可能会反弹到我觉得7块8块钱左右的一个地方都是比较正常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就是QQQ 很有可能会去回踩那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对吧？它之前是顺着15分钟级别下跌，那如果说15分钟级别突破了，它现在是在1小时级别的这个 GMMA 压力里面，对应的话大概也就是7块8到8块钱左右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 QQQ 很有可能会再次的回踩一下那个头肩底的底部以后再继续的向上进攻，好吧？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是不推荐大家现在去追的那么凶的一个原因。QQQ 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标普指数
标普指数的话，简单点说就是涨得非常的好，对吧？这一下子在周五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踩，整体的话，我觉得它这周五的调整太少了，也就是说，我个人的话不建议大家在周五的地方就进场去追多，好吧？如果说想更加稳妥一点的呢，我个人还是觉得要等它回踩一个1小时级别的，最少要等标普指数回踩1小时级别的 GMMA 的时候才可以考虑这个重新的去进场布局一个多头。同样跟 QQQ 就是一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标普指数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仍然是看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强调，我说标普指数的第一个目标位呢是4700点附近现在的话我仍然维持这个观点不变，好吧？但是它涨到4700点的这个过程可能不一定会一帆风顺，因为毕竟的话，在上一个礼拜里面，标普指数它已经涨得非常的快了所以说很有可能它会先放慢涨速，甚至有一个1%左右的小回调以后，再继续的向4700点发起进攻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走势。所以说，如果说想去做多标普指数的话，我觉得再怎么着急的话，还是等它踩一下这个1小时级别的 GMMA， 在4500点到这个4490点的这么一个区间里逢低的去进行一个布局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操作。标普指数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的话，其实跟标普指数的观点是一样的非常的强势。但是呢，在最近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到达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压力位道琼斯指数，如果说你现在仓位比较重的朋友呢，我个人觉得可以选择主动的止盈一部分，等回踩以后再把这一部分的仓位给加回来。虽然说也是跟标普还有 QQQ 同样的观点，就是在1到2个月的时间里我仍然是看多道琼斯指数的。但是道琼斯指数这一次的反弹的力道实在是有一点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在传统板块、金融这个能源板块仓位比较重，盈利要是比较多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个主动的止盈，好吧？止盈一部分，不用太多，20%，2成仓到3成仓，可以选择一个主动止盈的一个动作，然后等这个标普指数还有 QQQ 一起出现了回踩的时候，再把这个之前止盈的仓位给买回来对于道琼斯指数，我觉得也是大概率的会有一个回踩1小时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动作具体的点位呢，也就是在35320到这个35200之间，好吧？那大家可以逢低的去做多，然后在高位的话，现在就是重点强调一下，就是一定不要去追高，好吧？大盘现在之前在上一周的时候已经涨得太快了，很有可能还有起码要回踩一下1小时级别的 GMMA 以后，再会继续的向上发起最后的就是一波进攻，好吧？就是标普指数到4700点以后，到4700点以后会不会中期调整到时候我们再判断，但是我说的是第一个压力位可能会在4700点附近。道琼斯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老朋友 UVXY。UVXY 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保持那个观点不变，好吧？就是 UVXY 真正的一个支撑位可能会在12块钱到15块钱这么一个区间之内现在 UVXY 仍然还在这个16块左右的一个区间去进行一个震荡的动作，所以说我觉得即使 UVXY 呢下周出现了反弹，它仅仅也是一个反弹的动作，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做空，好吧？做空的空间并不大，就像我说了 QQQ 也就最多再调个1-2个点标普和道琼斯的话也同样就是最多1-2个点，我觉得顶多了，所以说做空的空间不大现在的策略呢仍然是逢低的去做多整个大盘，然后如果仓位重的在道琼斯，尤其是道琼斯里面你金融和能源板块持有的品种比较多的朋友，
可以选择一个主动的止盈，然后等回踩的时候再重新的去进场做多。所以 UVXY 的话，整体的一个观点就是不到这个12到15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里，我是不会考虑去进行任何 UVXY 的布局的，好吧？我最近的话仍然不建议大家去这么着急着去布局一个 UVXY， 因为即使 UVXY 它要启动之前的话，就是大幅的启动之前的话，大概率的话是会做一个横盘的动作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之前在这个26块钱到这个36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反弹的时候，它也是基本上是做了一个 W 底，对吧？第二个低点比第一个低点要高，然后才进行了一波50%的30%到40%的一个反弹，然后在这个20块钱左右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也是进行了一个横盘整理，然后才会启动的一个动作。所以说简单点说呢，就是大盘还没有涨完，好吧，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周期以内，大盘仍然没有涨完，所以说现在不要去做多 UVXY， 好吧，重要的事情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很多朋友觉得狼王说现在大盘有压力了，就赶紧去做空，不对，这是一个上涨过程中的一个盘整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下跌过程的开始，好吧？上涨过程的盘整的话，仅仅是等回踩去做多，而下跌过程的开始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去做空的时候，所以说不要去做空。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策略仍然是逢低的去做多。UVXY 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罗素 IWM。罗素的话，在上周五的话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回踩1小时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动作，对吧？那我狼王也给大家强调了，我说如果说它有回踩 225.7 到这个 224.7 的一个位置的话，可以考虑去小仓位的进行一个布局。对，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根据狼王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罗素很有可能会是反弹的幅度比较大的，对吧？你从216到227的话，尤其是你做小盘股，其实最近很多小盘股呢都是有一个飞天的动作了，对吧？尤其是上周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川普的概念股DWAC 还有 PHUN 这种垃圾股都已经这个鸡犬升天的一个动作。那我觉得当这些垃圾股出现鸡犬升天的动作的时候，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警惕，好吧？我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之前觉得罗素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个突破，现在的话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这个点位的话，我不建议大家罗素也去追的那么的凶，因为毕竟整个大盘在上周的这个走势里面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攻的一个动作，而且这个快速上攻的动作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好吧？所以说很有可能要是它在接下来1到2个星期里出现了一个回踩的动作，我也觉得我也不会觉得那么的吃惊。那如果说在上周五狼王推荐的点位225到这个224块钱的这个区间去布局罗素的朋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好移动止盈，不要让你的盈利仓位变成亏损。如果说罗素会有一个4小时级别 GMMA 回踩的动作的话，我个人认为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比较好的一个罗素的加仓点，好吧？具体的点位呢，应该会在223.8块到这个222.6块的这么一个区间那主要改变我就是说觉得罗素会迅速突破的这个观点的原因呢，是因为整体的大盘我觉得上周拉得太不健康了，好吧，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踩以后再继续的上攻，所以说如果说想去继续做多罗素的朋友，我觉得可以等回踩4小时级别的 GMMA也就是在这个223.7块到这个222.6块的这么一个区间再继续进场去布局会更加的稳，好吧？我们炒股票主要是讲究一个稳定的收益，也就是说不到你的目标位的话是不要进场去布局的。上周五的话回踩1小时级别进场做多罗素的朋友，现在应该已经有盈利了，有盈利的话切记锁住手里的利润，好吧，不要让盈利变成亏损。好嘞，那这就是今天4大指数的一个简单分析，然后分析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原油。
原油的话，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之前的一个周期里面，确实是涨得非常的厉害，是吧？多头的形态已经完全的走出来了，周线级别的 GMMA 也站稳了，月线级别的 GMMA 也站稳了，是一个完全的多头的形态。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觉得原油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涨得太猛了，好吧？我现在依然维持这个观点不变，虽然说它周五又一次的突破了。持有的朋友一定要带好移动止盈，好吧？然后如果说没有上车的朋友，我个人是不建议现在这个点位去上车原油了，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点位比较危险，好吧？原油的话再次维持这个观点不变，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点位比较危险，上面的肉可能没有那么的多了，不如等科技股进行2次回踩头肩底的形态做好以后去布局超跌形态的科技股。我现在开始就是说，之前我是看好传统板块的，现在的话，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等 QQQ 头肩底做好以后去布局科技板块的股票，好吧？之前传统板块有盈利的朋友的话，我刚才也说了，可以去进行一个高位的。如果说你仓位比较重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高位的主动的减一个2到3成仓的一个动作，然后等 QQQ 出现回踩以后去做科技股，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毕竟大家可以看到像亚马逊还有 Facebook 这样的股票，其实现在是在做 W 底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很有可能 QQQ 盘整一段时间以后，最后会由 QQQ 发起一波进攻的这个概率也是不小的。原油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黄金黄金的话，现在继续的还在这个底部进行盘整的一个阶段。简单点说呢，就是我不建议大家现在去追高黄金，好吧？起码要等它的日线级别站上了1820块钱以后，黄金的整体的趋势才会站出来。也就是说，右侧的话，我觉得要等黄金站稳1820才可以进去追。左侧的话，还是等黄金回踩1710的时候再考虑进场。最后的话，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在一个4小时级别的 GMMA 做一个整理的动作，对吧？这也是狼王给大家强调的，就是说我认为大家可以去布局比特币的一个区间在周末的时候到了，对吧？就是61000到这个59000的这么一个区间。那我现在的一个观点呢，就是不能跌破59000，好吧？跌破了59000的话，一定要做一个止损的操作没有跌破59000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区间小仓位的去进行一个布局。跌破了59000的话，比特币这一轮上涨的趋势就暂时的改变了我们不要在它的趋势改变的时候还要继续的去追，好吧？跌破59000的话，一定要进行一个止损的操作，没有跌破59000的话，就继续的持有。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下周的行情推演如果大家喜欢，就是我马上还会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总结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求一个点赞、评论、分享，好吧？尤其是如果说你真的支持狼王的节目，请把这个就是说如果有广告的话，就是看广告30秒，然后点进广告的链接，就是对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另外的话，我希望大家，如果你真的喜欢狼王的节目把狼王的节目分享给你更多的炒股的朋友或者是在你的股票群就是多帮狼王安利一下，好吧？毕竟有更多的听众呢，我才会就是有这个动力去进行一个持续的更新，并且做出更好的节目。总结一点就是4大指数的话，我觉得现在都涨得比较厉害很有可能呢会有一个小幅就1%到2%左右的一个调整如果说出现了这个1%到2%的调整的话，我建议大家是可以去继续的逢低做多的然后现在的话不要去做空，好吧？仅仅是一个上升途中的盘整，所以说接下来就是下跌的空间也不大，所以说一定不要现在就开始做空我个人认为就是标普指数还能继续涨到4700点。然后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就是如果说 QQQ 在接下来的1周时间内又是出现了一个继续的盘整可以去考虑布局一下 QQQ 板块的股票了，因为道琼斯之前也已经涨得非常的好
QQQ 如果说它在底部的盘整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接下来向上的一个空间也会比较的大。然后就是不要做多 UVXY， 好吧 ，UVXY 起码要等到它到这个12到15的这么一个区间内，现在还有的跌。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狼王的这个下周行情推演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狼王的节目，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